如果不熟悉苏州的话，看这个画面，谁能想到这是苏州？我们对苏州的印象都是小桥流水、白墙灰瓦。现在这个视角明显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标配啊，摩天轮，对吧？然后住宅、海景房、超高层的地标性的建筑、沿岸的商业配套，还有这么好的天气，很棒。小白打车来到了金鸡湖这边，这个就是诚品生活，里面有一个诚品书店，然后旁边呢这个是一石二鸟。本来想进去喝杯咖啡的，但是现在里面都坐满了人，要排队。好，那我们先去诚品书店兜一兜。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大的导览。其实诚品书店呢，它不单单是一个书店这么简单，它还有集合这些文创啊、市集。它最出片的，很多人来拍照的就是它这个大的这个楼梯。那一楼的话就是这些叫做风格美学，有一些服装、珠宝，然后家庭杂货，包括一些香氛、花艺。我们从旁边这个电扶梯上到二楼。二楼的这边呢，就是诚品的儿童馆。二楼的另一侧呢，这边就是文具馆。进来之后，它整体的这个灯光是偏暖色调的。这边是这个 Jellycat。这边主要都是一些礼品。然后穿过来之后呢，这边还卖一些小的这些包包呀，然后日常的家居用品。这边还有台湾的乌龙茶，叫做王德传。整体的这边的这个购物的氛围还有环境都让人感觉特别的舒适。那在儿童馆这个区域还有一些日式的料理。那这一片呢都是餐饮区域。如果是出来苏州旅游的话，可能大家都会去那些老城区的那些景点，可能很少会涉足到金鸡湖这边。那么这个诚品书店呢，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，现在应该也是唯一一家吧，诚品书店，它是来自台湾的。那么到了3楼呢，这边进去就是它的书店了。这里边的人流量还是可以的。左边是艺术音像，右边是一些各个类型的图书。哇，这个书很大呀！这个大卫·霍克尼。大卫·霍克尼前几天我们之前在西岸美术馆那边好像有看到他这个宣传。这个是贝聿铭，他在苏州比较有名的那个就是苏州的那个博物馆，小白一直还没有机会去参观，因为还是很难预约的。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大概20年前，特别喜欢逛新华书店的这个音像区域，可以买专辑什么的。然后现在的话，这些少了，不过还是在诚品书店看到了，这个是500。
苏慧伦的鸭子，以前都是去音像店去预购专辑。那么之前都预购谁的呢？就是预购他的周杰伦。当年这个专辑的话，还出了一个是带邮票的，这旁边有个邮票版。这是七里香的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封面。前面这个区域呢，主要就是一些社科文学类的。从那个收银台的情况来看，还是有很多人在购买这个图书的。这边是一个读书区域。我觉得这个书店逛下来之后呢，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整体的这个环境，然后还有布局，这种书店一逛就知道是从台湾或者是日本过来的，它整体的这个调性和氛围跟一般的国内的书店是不太一样的。诚品在这边也开了很多年了，它这个外边还有一个文具类的一个小的市集。终于进来这个112鸟来喝杯咖啡了。一杯冰美式，然后一块开心果巴斯克。这个是我喝咖啡的这个店，叫做112鸟，他们的菜单。这里有他们的三明治。价格都是在40多、30多，然后还有一些主菜，比如有一些牛肋排，整体的价位还是可以的，比上海好像稍微低那么一点点。再点了一杯气泡水。这边就是苏州国际博览中心，最近非常火的这个苏超。明天8月31号，南通对苏州。在我后面呢，这几栋楼，这边有凯悦，然后这边是新鸿基，这个高的就是九龙仓，有很多港资外资在这边。虽然说现在已经快4点了，但是温度一直是居高不下。刚刚小白说到温度，就看到了这个公众号，上海打破了1926年24天最长连续高温日记录，创了100年新高。今年确实热，远处有一个纯白色的这种摩天轮，走到这个广场上就更热了，因为完全没有树荫。但是空气啊，然后通透性特别的好。看远方那个东方之门，也就是苏州中心大裤衩吧？哎，不是大裤衩，叫做北京那个叫大裤衩，这个叫什么呀？秋裤。然后这边就是月光码头，我们去金鸡湖这个湖边走一走。据说晚上这边会特别的漂亮。金鸡湖景区的一个导览，这边是台湾的那个诚品书店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月光码头，在我们身后。这边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图，这个就是东方之门苏州中心，在月光码头的这个湖的对面，这个整片呢就是金鸡湖。在我们面前呢，这个就是金鸡湖了。
金鸡湖的这个水深平均的话是2.5米到3米，还有2座人工岛。可以听到这个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，波光粼粼。虽然太热了，但是这个湖面还是非常好看的。这个是皮划艇吗？还有很多人，他们连成一条线拉过去，然后还有人躺在上面休息。又来了一队。他们这个应该是桨板，不像是皮划艇，所以他们是拉过去，拉到目的地，准备开划了吗？前走的话就到月光码头了，这边有很多的餐饮，还可以听着这些悠扬的音乐。傍晚或者是天黑的时候，就是晚上，这边可能会更热闹一些。小朋友在这个水里面好舒服呀！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一些餐厅，有海鲜。然后还有一些西餐，还有一些 bar。如果一会儿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到东方之门那边，据说那边还有一个金鸡湖的音乐喷泉。这是它一个中央的一个广场。只要不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，吹着小风还是非常舒服。就是怕晒。这一个夏天，小白一直 city walk， 然后估计黑了好几度，胳膊的颜色已经很有层次了。前面那边还有一个码头，就是这个月光码头嘛。大家可以登船来游览这个金鸡湖。看到这个餐厅还有一些外摆，喝酒，晚上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这里就是码头了。然后在对面呢，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，这个就是苏州文化艺术中心。这里有一个大的一个金鸡湖景区的导览图，沿着这一圈儿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，包括之前最早小白来这个苏州去了这个李公堤，李公堤那边有很多的餐厅，但是据说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。远处的那朵白云在一点点散开。其实我觉得这边的话，可能夕阳西下的时候就特别的美。现在的话就是太热了，而且沿着这个湖边走，树也少。这个应该也是星光大道吗？
有点类似于香港的那种一些名人的手掌印，都是一些电影艺术家，王姬，包括刚才还有田壮壮。现在我们要去旁边的那个博览中心的地铁站，坐一站地，就可以到东方之门。路边还有这种各种颜色的小的餐车，估计晚上的时候就会开了。坐了一站地铁站到苏州中心，这边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。刚才我看进地铁站都排大队。苏州中心从地铁站出来之后，上了3楼，这边人还是非常多的。那边还有一个 Apple Store， 然后很多餐饮的店都已经开始排队了，有的现在才4点半。这个商业的话，好像开业也有7年了，整体维护的还可以。在这个连廊还有一个荷花市集，这个是 City 版的荷花市集。从这个门出来到外面这个平台，可以欣赏到金鸡湖。上面这个就是东方之门。其实很多人会以为，包括小白最开始也以为，东方之门和苏州中心其实是一个，但是，当来到这里面发现好像不是，因为它这两边的建筑是分开的。苏州中心呢，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平台这栋建筑，像2个这个翅膀、2个翼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东方之门。从这边望过去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在那个诚品，然后那边九龙仓、新鸿基。这个下面我刚刚以为还是有什么 cosplay 呢，然后我发现很多人都蹲在地上拍照，估计是那边是一个可以拍，这个东方之门非常不错的一个角度，就类似于可能我们在上海拍那个陆家嘴3件套一样的。在另外一侧这个门出来之后，就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这边就看到很多的写字楼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喷泉，但是是封闭的，已经被栏杆围起来了。这个电扶梯好高啊！上错了，本来是想去这个1楼的，结果一下子干到地下了。这个直接去地铁站比较方便，我一会儿还要找个扶梯上来。这边就是苏州中心的1楼，左边是南区，右边是北区。从这个门出去呢，就可以到金鸡湖了。哎，很奇怪，这个旋转门为什么不开啊？这边是一个洛克区，很好奇他们拍照是一个什么角度，我们过去看一看，学一学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斜着往上，能拍出一个人在下面。嘿，哦，就是拍这种造型。
都是为了出片的年轻人呀，拍个照然后发个小红书。走到这边一看的话，看这个云彩都是一簇一簇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都是一大朵一大朵的，就好像是从下面一点点炸开，一点点盛开、绽放，然后有大有小。这个算是一个影呗吗？有一个龙，应该是可以喷水的。哦，东方之门。我们往上一看，这边有超级多的人。小白刚刚看了一下，如果想过到对面的金鸡湖的话，这条马路这边是过不去的，因为它非常的宽，然后也没有人行道，只能从地下通道或者是那个刚才地铁站的时候从那边的口出去。我看一看地下通道怎么过去。现在我们就过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如果地下通道的动线规划不好，因为地上没有办法过来嘛，所以你的人流啊各方面就都过不来。哇，现在就2块多了。从这边看金鸡湖又是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受。如果不熟悉苏州的话，看这个画面，谁能想到这是苏州？我们对苏州的印象都是小桥流水、白墙灰瓦。这个现在这个视角明显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标配啊，摩天轮，对吧？然后住宅、海景房、超高层的地标性的建筑。沿岸的商业配套，还有这么好的天气，很棒。陪家人、陪爱人散散步，非常舒服啊，尤其在傍晚时候。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苏州中心和东方之门。哇，这个人要倒立。其实这边这个广场区域欣赏金鸡湖真的挺美的，但是就是苏州中心过马路不方便，有很多人其实怕麻烦就过不来了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更近的路。但是小白刚刚发现只能走地下通道，就是过地铁站那边，但是又不是很方便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通道，就从这个4号口下去。那么我们现在想去到马路对面的苏州中心，就只能这样穿越地铁站。那这边会标着2个方向，左边是进站，右边是苏州中心广场。哇，这个人流量还是相当的多的。刚刚坐直达梯，连着找了2部，这个外呼往下行的这个按键都坏了，结果又是最后找到这个扶梯下来。所以说管理上还是有这种不足之处。据说这个苏州中心是凯德管的，但是应该不至于的呀，凯德的管理水平。这个喷泉开了，我们过来看一看。但是都围起来了，它不是那种像上海静安那边下里中心那边是开放的，小朋友可以玩。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小白和大家来到一个苏州之前没有来过的地方。不过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来过，还是非常惊艳的。那这边呢就是淮海街。淮海街，现在我们来这边溜一溜。我愿称之为这条街为日本餐饮一条街，因为基本上全是日式的餐厅、日本料理。但是呢，好像这2年呢，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把这个有些餐厅都换掉了，然后很多蜜雪冰城，包括一些不是日料的一些餐厅也都进入到这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街两边的这个警察呀、警车严阵以待，之前是没有的，可能是因为在苏州之前出了几个事情吧。我们看这个装修，它这个外立面就很日式，做的这种广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日本料理。我第一次来是在疫情的时候，因为那会儿没有办法出国，然后就来了一次这个淮海街，当时哇塞，简直惊艳到了。然后拍出来的照片，有的人都说以为我们出国了，因为那会儿不是也不让出国吗？后来告诉大家，才知道是在苏州的这个淮海街。这家店几年前来一直在，现在还开着。都会夹杂着一些我们这个中国本土的茶庄，还有。然后这个饺子酒厂，这个艾比苏 bar 就是一个山寨的，它叫艾比斯 club。它这个名字呢，艾比苏就是札幌的那个啤酒的一个高端品牌，就是惠比寿。我们之前在大阪和京都也都去过它那个独家的艾比苏 bar 去喝啤酒。旁边那边还有一个朝日屋，这边是饺子酒厂 Takuya， 这也是一个日本的居酒屋。我觉得如果在苏州想吃日料的话，可以来这边逛一逛，还是有挺多的选择的。但是感觉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纯粹了。看这边很多的这种警察，然后还有警车。刚刚那段是一个改成步行街了，然后前面这边就可以走车。
啊，这边还有雷允上，然后旁边有猪排炭烧酒厂。这个左边也是一家日本料理，这个是吃荞麦面的。还有一个酒吧，非常有意思啊！跟大家讲一个搞笑的事情，就是刚刚我一直在拍这些街景和介绍这些店铺嘛，然后也没有去拍其他的一些人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便衣啊还是什么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就拿着这个麦克风一直在尾随我。真的，这些日料店还是非常的密集的。这边有一个烧鸟，然后现在是6点半，温度也特别的适宜，大家都坐在外面吃饭了，准备。逛，然后。我现在来回头看一看啊，有没有人在跟我？我现在往回走，这么走的这条街还是挺长的。但是人流量真的跟以前相比差很多。这些保安搞得我都不想拍了，真的是有毛病的。那前面呢，就再经过一个路口就可以到这个终点了。这边还有很多装饰非常特殊的，比如这个烧肉，这种斜坡顶很像那个白川乡的那种，用稻草式的，很厚的。再往前走的话，就是一些中式料理了，比如川菜馆，然后还有东北烧烤，这边人还是挺多的。哇，都已经排大队了，看来还是东北烧烤最火。我想问一下苏州的朋友，就是每天这里面都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么多警察还有保安，还是说这2天有什么活动啊？选了这家烧鸟，秋葵鸡胸肉。鸡软骨牛肉、京葱鸡肉，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，就是烤茭白。这家店还是蛮火的，已经开始排队了。你好，来买单。好，谢谢。这家店的老板上海人，他在上海。也有一家店，现在叫个车去火车站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。视频也不好拍，刚刚跟店员了解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最近才有这个警察的，是一直都有。然后大概隔个10来米、20米就一个岗。这个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很多餐饮店，但是现在给人的感受不是特别好。好的，我的车来了。晚上8点的苏州站，这么看这苏州站真的是特别宽敞。然后小白是在3B。8点半回上海，然后25分钟的车程。这一列全是去上海的车。我发现苏州跟上海就像坐公交车一样这么频繁。